欢迎回到西动能的频道。上一次我们谈到拥有人类图密码子28的朋友所要面对的一些议题，以及分享可能可以疗愈这些议题的书《The 5 Secrets You Must Discover Before You Die》。现在我们继续起于书中所提及的2个秘密。第2个，不带遗憾的离开。作者承认，可能让人类感到恐惧的，莫过于遗憾。因此，如果想让生命找到真正的满足和意义，那我们就要拥抱第2个秘密，不带遗憾的离开。这意味着承接上一个秘密，以勇气追求自己所愿，不是躲避自己所害怕的，才能不带遗憾地离开。作者问那些受访者，回想起那些改变他们生命的决定的时候，他们在那个时刻如何做出来的呢？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告诉作者，那些决定往往都是带有风险的决定，但他们就是因为面对风险的态度而改变了他们的生命。追随自己所愿，而不是害怕风险所带来的后果。他们解释到，如果我们回头看来，往往不会因为事情最后有多么糟糕或者不尽人意而感到遗憾，而是会因为我们当初没有尝试去做什么而感到后悔。而作者访问的对象都说，对于那些糟糕的下场或不尽人意的结局，最后都能从中得到他们的礼物。作者举了一个反面例子，就是他自己。早年的他很喜欢大自然，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到户外与大自然的联系的机会就变得越来越少。后来他偶然之间得到了2次在美国著名的国家公园里担任实习的牧师的机会。可是他那个时候正在谈恋爱，到国家公园的这个选择的确很吸引他，但一想到意味着可能要和某一个人分开几个月的时间，这使作者产生了恐惧。在事业和爱情之间，他选择了放弃到国家公园担任实习牧师的机会，也就是意味着他放弃了这个能够圆梦的机会。最后，这段关系不能持久，而他也再没有碰到能让他圆梦的机会了。作者回想起这段经历，说道，假如他当初能知道现在受访者做出重要决定的方式就是想象自己年老的时候告诉现在的自己的意见，他相信自己会听到年老的自己会告诉现在的他，如果关系是够强的话，即便是离开，关系也能持续。但你到大自然这个梦，很可能只有这一次而已。第3个，成为爱。作者和他受访的对象谈及他们生命的经历的时候，受访对象大多都认为爱是生命中最快乐的源头，也是遗憾所在。因此，作者总结到，如果想实现具有满足和意义的一生，不单是在接受爱，也同时是成为爱的体现。作者在这里把爱做一个小小的划分，
认为爱不只是情感上的爱，还有选择体现爱的意愿。但在成为爱的体现的时候，作者认为首先要懂得接受自己。作者的其中一位78岁的受访者利，他长期尝试弄懂人大脑的运作以及自我对话的机制。他对作者说，之所以人不能够接受自己，是因为对自己的心灵种下很多有害的想法，而潜意识就把这些想法实现出来。如果想改变，那就是意味着要重新种下对自己有益的想法，也就是自我对话的方式。当能够把这个基础打好，成为爱的体现，因已不远了。作者分享了他所访问对象的一个故事。他的访问对象中的一个女人，在他20岁的后期，他的父母有一次到他居住的地方照看他。在访问者把他的父母送到机场，让他们坐飞机回家的不久之后，受访者接到了他父亲打来的消息，他的母亲在飞机上心脏病发作而过世了。2天之后，他不得不回家办理丧事。在回家的飞机降落后，他就直接走到殡仪馆。在他到达的时候，他看到有许多有不同信仰和肤色的人聚集在灵堂面前，而他的父亲也一一向他介绍他们各自是谁。但很奇怪的是，最后他和他的父亲竟然发现他们父女都不认识的人在母亲的灵堂前。他当时非常的不解，于是鼓起勇气问那位素不相识的女人，说道：“我是她最小的女儿，我们这里的人都说未曾认识阁下的芳名，所以我想知道你是怎样认识我的母亲的。”这位女士回应道：“她也不认识受访者的母亲。”这让当时受访者十分的困惑。接着，那位女士说，她许多年前在生命的低潮的时候，她想结束自己的生命。在正准备结束生命的那一天，她因缘际会坐上了公车，遇见受访者的母亲。在半路中，受访者的母亲放下手中的书本，对这位女士说：“你是应该需要好好谈谈的人吧？”因为受访者母亲的举动，那位女士说了她的故事，还有决定。在回家的路上，那位女士向受访者说，正因为和她母亲的偶遇，她后来做了改变她一生的决定，而那个决定也影响了很多其他的人。受访者把那一次看到的体会告诉作者，他母亲的一生都活在爱中，也把喜悦带给别人，最后也在过程中找到爱。因为看到他母亲灵堂前这一幕，受访者也暗自许下跟随他母亲步伐的承诺，而后来走出了让他从来没有想象过的道路。好，下次我们会谈谈最后作者所分享的2个秘密，敬请各位期待。我们下一集再见。